一直很喜欢早餐店的小笼包，我一个人一顿可以吃1屉。然后我斥巨资买了个教程，根据那个教程调整了一下，因为教程里的调料我没有，是商用的，我就根据家里现有的调料调整了一下，做出来特好吃，我感觉比店里的还好吃。先熬一个料油，材料我就随手放的，就抓了一小把放进去了，没有称量。油是大概放了50到60克，那个花椒跟小茴香差不多是3到5克的样子。把这些材料全都一起放到小锅里，再加入油，然后开小火加热，熬到那个葱变干了，然后你闻一闻出香味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把油滤出来，放在一旁待用。然后就先把面和上，因为看好多人都推荐新疆鸡台面粉，我也买了一包。这面粉蛋白质还挺高的，12.8，用它做的包子、馒头、饺子、面条什么的都很好吃，筋道有嚼劲儿。300克面粉里加糖拌匀，先加入开水烫面，搅拌成絮状以后，摸着不烫手了，再加入凉水和酵母拌匀。这个小笼包的面要放很多水，特别粘手，所以不需要下手揉，就一直用筷子给它搅匀了就行了。搅匀以后，这个面很粘手，就这样在室温下先给它发酵到2倍大，然后再来调鲜肉馅儿。我总算是知道外边的包子为什么吃着那么多汁了，那肉的比例它是6肥4瘦，这真的太肥了。自己在家做，我觉得还是用3肥7瘦吧。我就买的五花肉给搅碎了，在肉末里先加入姜末、酱油、老抽、浓缩鸡汁、蚝油、味精、胡椒粉、13香，先给它搅拌粘稠了，然后再一点一点往里打水。按照那个商业配方，水的比例要加肉馅1半的量，也就是150克。和好的肉馅是特别的稀。我刚开始试了一次，感觉蒸出来的包子有些塌，后来我就少加了一些，加了差不多100到120克。你们做的时候可以根据那个肉馅的状态添加。你要是怕不好包的话，第一次可以先加100克试试。水都加进去以后，就再把料油和香油加进去拌匀就行了。然后就多摔打一下这个肉馅，摔打完以后，这个肉馅吃着口感是有弹性的。我差不多是摔打了5分钟吧。然后就盖上保鲜膜，放到冰箱里去冷冻，因为肉馅很稀，一定要冻了以后才好包。我家里没蒸笼纸了，我自己用油纸剪了几个洞给你们分享一下。先把这个油纸对角折，折完以后根据这个笼屉的大小给它裁剪出来。先把这个尖角处剪掉，然后再把这个等腰三角形，就是两边的这个腰处给它剪几个洞。一侧剪完以后，另外一侧也给它剪了，不需要剪特别大。然后再给它打开，这样这个蒸笼纸就剪好了，嘿嘿。肉馅冻完以后就没有那么稀了，你就冻到你觉得能给它包上就行了。包之前再放入一些葱花，拌匀。拌匀完以后，你现在要是不马上包的话，你还给它冻着去。面一定要给它发到这样的状态，差不多是2.5倍大，然后你扒开看一下，里面有丰富的蜂窝，这样就发好了。因为这个面特别粘手，所以要再多撒一些面粉。我这个碗里是50克面粉，也不一定全都用上，你可以先倒一半，先把面给它倒在案板上，案上再撒一些面粉，把面再揉一揉排排气，然后给它搓成长条。再给它切成小剂子，每个差不多是13到15克，也不用擀皮儿，就用手这样捏一捏，给它捏成中间厚四边薄就可以了。放上肉馅给它包好，馅儿放多少就自己掌握，能包上就行。具体怎么包我也没法分享，因为我手太笨，不会包。反正这个包子最后是不需要褶的，这一点对我来说很适合。包好一笼就可以拿去发酵了，我是放在28度发的，发了40分钟左右，因为馅儿比较凉，所以发的久了一点。具体发多久还要根据实际情况定。水开以后再放入蒸锅，大火蒸10分钟左右。香喷喷的小笼包出锅啦，看这每一个都特暄腾。底部的这个皮儿还都被汤汁给浸润了，看着就香。那我就来点仪式感，装在小笼里吧。包子皮儿松软有嚼劲儿，肉馅鲜嫩多汁，真的特别好吃，我感觉比早餐店的还好吃。如果家里没有那个浓缩鸡汁的话，也可以不放，因为我就没放，做出来也特别好吃。如果放的话，味道应该能更鲜美一些。
调整这个肉馅配方的时候，我还试过加鸡蛋，对比以后还是觉得不加鸡蛋的好吃，可能鸡蛋有腥味盖住了一些肉的香味儿。商业教程里用的是这个调料，我没有，但是我也尝试了，在肉馅里加入一点点的米粉和淀粉，最后口感也还不错，但是我还是喜欢不放粉的。我感觉可能北方人是不是有这个执念，就是和肉馅的时候不愿意在里面放任何的粉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这个小笼包我觉得真的很好吃，期待大家给我反馈哟。